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2023年2月6日刚刚结束的围甲联赛第14轮当中的一盘经典对局。这盘棋是由韩国的朴廷桓九段之黑对阵李轩豪九段，这是双方在正式比赛当中的第2次交手。此前2018年围甲联赛双方曾交手一次，朴廷桓获胜。这段时间双方的状态都火热，李轩豪在国内等积分排名第2，打入了春兰杯的决赛。而朴廷桓在2月5日韩国公布的排名当中，超越卞相一，重新夺回了第2的位置，同时也成为韩国围棋历史上第16位达到千胜的棋手。这盘棋在网络上进行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。到的是今天的现场画面，哎呀，这种大规模的面棋的这种场景也是非常的久违啊。这个是因为对韩国外援，所以还是下的是网棋。对，李轩豪九段今天对阵的韩国外援朴廷桓九段。对，回到棋局，执黑的朴廷桓选择了2连星开局，白棋应以星小目。接下来黑棋点33，白棋挡住，黑棋长，白棋飞。黑棋2路再拖的时候，李轩豪选择了长的简明变化。众所周知，李轩豪对于米氏飞刀研究颇深，这段时间利用米氏飞刀取得了极佳的战绩。但本局白棋有意避让，或许是担心朴廷桓九段赛前有所准备。下一手棋黑棋长出是定式，接下来白棋单关手脚，这是李轩豪极其喜爱的手法。接下来黑棋手脚，白棋点33，黑棋挡住，白棋长，黑棋飞。朴廷桓再次发出了米氏飞刀的邀请，而李轩豪顶了之后扳，简明避过。下一手黑棋长出，白棋爬出定型，黑棋接着长。现在4个角均已定型，白棋面临选择。此时的大场主要是左右2条边，实战当中白棋选择了在右边破坏黑棋阵势的下法。那么如果白棋从左边去拆，黑棋自然占据右边。李轩豪九段不满意的地方在于，这个地方走完之后，以后脚步搬了再搬的手段将不再成立，因为此时黑棋吃，白棋粘，黑棋长出，这颗白棋拆边的子位置并不好，所以实战当中考虑到脚步的后续手段，白棋选择了破坏黑棋的空，黑棋也马上分头打入白棋左边。而接下来白棋的下法体现了李轩豪深厚的布局功力。普通的想法，此时白棋常见的下法无非是从上方或者下方逼住。在野狐讲解的张学斌6段认为，决意的招法人类不可能下出来，但话音未落，李轩豪的棋子就落在了决意的1选上。这手棋是与之前单关手脚相配合的好棋。此时黑棋如果在星位贴出，白棋可以挡下，黑棋如果扳，白棋直接断。局部战斗，白棋子力占优，黑棋不利。而如果黑棋长出，白棋再次飞出头，这样一来，黑棋的3颗子反而略显尴尬。黑棋再拆，白棋可以坚住，局部黑棋的棋形依然局促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了先爬的下法。但从后续的招法看，朴廷桓九段对于这个局部的研究并不深入。此时黑棋最佳的下法是先在上方点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再扳。接下来白棋扳住的时候，黑棋爬完回到此处粘住，安定自身。白棋拐住是眼形急锁，下一手黑棋可以加在脚步，这是严厉的后续手段。这一旦顶出将破掉白棋脚步的实力，这是双方最佳的应对。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了先爬，白棋退回。接下来黑棋继续往下方跳，是本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手。这手棋走完，胜率掉了10个点。此时既然已经将自身爬中，那么黑棋还是应该在此拆2，安定自身。这样虽然和最佳下法相比略亏，但是依然是双方可战的局面。然而实战当中，黑棋跳在了下方，由于我们刚才讲到脚步白棋扳，黑棋虎住，
白棋还有虎在此处的先手，黑棋大致还要补一手。这样一来，这个方向显然对于黑棋是不利的。实战当中，朴定桓九段或许是想在这一带伺机对白棋发动反击，但李轩豪的应对非常的老练。下一手，白棋后实压住，黑棋又长了一手，此时黑棋还是应该回头，赶紧从上方拆，看清这颗子。而黑棋的执迷不悟，引发了李轩豪的连续好手。下一手棋，白棋从上方逼住，是眼见的好点，此处的冲断愈发的严厉。黑棋接下来再次拐，白棋扳住，再拐，给外围的白棋制造缺陷，白棋再扳，黑棋扳，白棋长出。虽然这一带黑棋在外围连续行棋，但是冲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此时黑棋最佳的下法还是应该坚在此处，将这个冲断补住。虽然这样的下法有点兄弟打架，伤害了脚步的实地，但现在形势所迫，也只好如此。然而实战当中，倔强的朴定桓九段却选择了从脚步扳的手段，这手棋走完，胜率再跌20个点。此时黑棋的胜率仅有 17%。 白棋扳住，黑棋粘，黑棋此处期待着白棋在此粘住，这样一来，这3颗黑子已然变清。接下来黑棋可以虎在此处向外逃出，这样黑棋还可一战。但是这手棋期待白棋粘有一些一厢情愿了。实战当中，李轩豪马上再次冲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再断，黑棋陷入了困境。此时黑棋如果从下方补住断点，那么白棋打吃一下之后再次爬出，黑棋由于气紧只好粘住。白棋此时注意不要顶，顶的话以后黑棋跳，白棋边上还需要再补一手，否则靠下严厉。此时白棋松一气，退在此处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这样黑棋再跳的时候，白棋不需要补棋，黑棋靠下，白棋坚住即可。下一手棋，白棋可以跳在中央，黑棋也只好向中央逃出。如此一来，双方形成乱战，白棋还是占据优势。实战当中，朴定桓九段对于这个图不满，因为以后白棋粘是先手，这一带黑棋几乎全是单关，所以下一手棋，朴定桓选择了最为强硬的反击，直接从上方吃住这颗子。白棋断打必然，黑棋提吃，白棋粘回。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我们看到白棋吃住3颗子，不仅收获了目数，而且外围也变厚。同时黑棋脚步的这个扳粘只不过是收了一个大关子而已。我们退回到此前，可以看作是这个样子。此时白棋长出，黑棋没有处理局部的冲断，抢占了大场。白棋冲，黑棋挡，白棋断，黑棋吃，还原成实战的图。那么我们现在会看到黑棋外围的这手大场的价值要胜过在左边2路的扳粘，所以这个局部黑棋大亏。而从后续进程来看，此后完全进入了李轩豪的步调。我们继续回到实战，实战当中白棋粘回之后，黑棋又受另外一个问题的困扰。虽然此处黑棋提吃了一颗子，但是整体黑棋依然没有活，以后白棋一旦在此立下，这块黑棋依旧很苦。而如果黑棋此时虎，白棋退回，由于白棋的长是先手，黑棋要做活只能弯在此处，这个对于顶尖高手而言与认输无异。所以实战当中，为了追求效率，意识到形势不利，黑棋点在此处，期待能够最大限度的活棋。白棋沉稳挡住，而黑棋再立下，期待着白棋再次拐头，黑棋拖过做活的时候，李轩豪开始发力。下一手棋，白棋扎钉立在此处，同样是 AI 的一选。这手棋异常的强硬，既破坏了黑棋的眼位，又阻止了黑棋的渡过。此时黑棋如果虎在此处，白棋可以在此扳，黑棋断，白棋粘住，局部对杀，4气对3气，黑棋不行。而如果现在黑棋坚在此处，白棋冲了之后断，这一带对杀3颗黑子气不够，而下方的这个断点同样严厉，这样黑棋也崩溃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当白棋扎钉在此处，黑棋只好在上方贴出，迂回作战。但白棋不依不饶，下一手棋在此靠出，又是好手，既走唱自身，同时又威胁
下方黑棋的断点，而黑棋如果粘，白棋再次一扳，这3颗黑子就被吃住了。此时我们看到，如果说你挖的话，白棋还可以打了之后再次粘住，对杀黑棋依旧不利，这样局部黑棋崩溃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没有敢于粘住，而是在外围贴出反击，做好了弃子的准备。白棋扳在此处，此时白棋从下方断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法，但李轩豪判断吃住3颗子更简明，而黑棋也开始挖坑。下一手棋先在中央先手扳，白棋跳房补住，接下来黑棋在脚步拐长气，随时瞄着在中央挖断反击的可能。此时如果白棋扳住的话，黑棋有再次断的好手，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有断点，白棋只好吃，黑棋在长。虽然看起来白棋可以吃住2颗子，这个类似于点33连扳定式，但是黑棋拐完之后这一挖，局部上方的这个断点异常严厉，而白棋再补，一旦被黑棋挖吃在此处，黑棋将左边的危机彻底化解，这样白棋反而功亏一篑。但是李轩豪的判断十分精准，面对黑棋的拐出，白棋直接在中央粘住，彻底的杜绝黑棋的挖断。黑棋断先手，白棋粘住，接下来黑棋扳，白棋后时粘，黑棋再长，白棋下一手棋切断，吃住了左边的这块黑棋。接下来黑棋打吃一下，这是朴廷桓非常细腻的地方，担心以后万一这2颗子被吃住，这个打就打不到。下一手黑棋从上方扳，这也是4小10大之处，一来杜绝了此处白棋先手的搜刮，同时给外围的白棋留下缺陷，甚至以后一旦这一带补住断点，还有点方骚扰黑棋与黑棋对杀，逼迫黑棋收气的手段。现在我们来盘点一下左边战斗的得失，黑棋在角上掏走了白棋10多目棋，自己还活了10目，总体收获20目多一点。下方一带黑棋也得到了这个扳粘，左下角的目数也有巩固，但是左边一带黑棋损失惨重，白棋吃住这些子，从目数上看已经不逊色于黑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白棋中央积聚了后卫，黑棋的这几颗残子效率不高，现在白棋的潜力远远的超过了黑棋。下一手棋白棋判断清楚形势，没有在上方继续补棋，而是在右下2、4金分，白棋专挑有目的下。接下来黑棋顶住，白棋长出，黑棋再扳，白棋保留脚步的夹，在边上大飞出头。此时黑棋从右边逼了一手，这也是攻守兼备的一手。这个地方黑棋还要时刻担心的是脚步白棋夹的手段，黑棋如果粘，白棋已然先受便宜，而如果黑棋此时立下，白棋有从2路拖的经典手段。此时黑棋扳不住，否则白棋跳夹，这2个断必得其一。而如果现在黑棋选择退，白棋继续爬出，脚步扳依然有断。黑棋如果再次顶，白棋粘先手，黑棋粘，白棋打完之后再次一扳，这样的结果不仅夺走了黑棋的实地，而且也破掉了黑棋的眼位，这样黑棋苦战，所以黑棋只能继续往外长。那么如此一来，白棋扳先手，长先手，这个局部就顺利做活了。这样做活之后，黑棋的实力将落后，而外围的战斗由于有左边子力的配合，白棋也并不惧怕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补在此处，意在提防白棋脚步夹的手段，而白棋接下来再次小飞也是非常稳健的下法，同时瞄着对于上方6颗黑子的反击。下一手黑棋点方，这是当初扳粘留下的手段，但白棋看清此处，直接补住断点，黑棋再点，棋形急锁，白棋顺势靠压整形，黑棋长出，白棋顺势一拐。现在黑棋要考虑的是如何化解白棋中央日益增加的后卫的问题。接下来黑棋先在下方点，要求便宜，而白棋下的也非常的严厉，抓住时机，打吃完之后再次一夹。我们此前说到，黑棋在此一间跳，由于防住白棋的夹，但是千防万防
还是被白棋抓住了机会，只能说李轩豪下得好。此时如果黑棋在此立下，白棋可以切断，黑棋打白棋长出，虽然看似黑棋一吃抓住了白棋的2颗子，但白棋抓住这个时机在外围冲断，由于以后白棋可以利用黑棋气紧逃出这2颗子，这样这一代黑棋作战失败。所以实战当中时机的关系，白棋此时加，黑棋只好忍耐，白棋也没有爬回，而是在中央靠，继续增加中腹的潜力。朴廷桓也开始释放胜负手，下一手棋黑棋点在此处，意图对白棋的这块棋发动威胁，但是马以汉大象，白棋接下来开始反击。下一手棋白棋从下方爬出，黑棋靠在此处是手筋也是局部白棋棋形的弱点，但白棋已然有了脱身之策。下一手白棋冲，黑棋冲，白棋此时如果断，黑棋长出，这样形成乱战。 AI 认为白棋也充分可战，但是这个图对人类棋手来讲不简明。实战当中白棋的下法更有意思，黑棋冲的时候白棋直接粘在了此处，黑棋粘住，白棋从上方搬，虽然这一带依旧被分段，但是白棋搬到此手也有收获，黑棋的边控被破坏掉。接下来黑棋在下方长出，继续寻求乱战，增加头绪。此时白棋冲反击，黑棋拐出。 AI 认为此时白棋最简明的下法是在下方连回这几颗子，黑棋断，白棋再转而到他处行棋，这样看清这几颗子。但实战当中李轩豪却下出了另外一种方案，他在黑棋冲的时候，白棋选择了粘住，不想舍弃这3颗子，黑棋必然挡下，白棋连续在此压了几手，接下来再回到右边顶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在此坐言不断。这个下法目数上白棋稍亏，因为下方一带黑棋已然成空，这个跳不成立，黑棋在此冲，由于中央白棋气紧，战斗白棋并没有把握，但是也不失为简明之策，因为这样一来白棋这块棋处理好，下一手棋黑棋再拐头的时候，白棋还抽身在角上连回了这颗子，打吃黑棋不能忍，实战黑棋挡住，白棋再跳出，接下来黑棋靠，白棋再次飞，处理好这块棋，同时瞄着这个地方的扳断，虽然目数上有所逼近，但黑棋的胜率依然不足10%。下一手棋黑棋在脚步扳，继续寻找作战时机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再断，也是常用的手段，考验白棋。现在白棋如果在2路断吃，那么黑棋有在2-1路打的做劫手段，白棋立，黑棋打是劫争，白棋提，黑棋同样可以从1路打，形成劫争，局面将再度混乱，因为毕竟由于白棋气紧，加之这块棋没有完全安定，外围黑棋还是有大量的劫材，如果不想打劫，白棋可以打在1路，但这样被黑棋打一下，白棋只好粘，这个局部黑棋已然先手便宜，所以实战当中李轩豪的选择是正确下法。下一手棋白棋在此断，黑棋滚包，以下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类似于大十字架定式的下法，黑棋吃住了2颗子，而白棋在左边也彻底安定，得到先手，黑棋回到上方坚定型，白棋虎补出断点。下一手黑棋打，白棋粘，黑棋接下来飞，意图对于整体的白棋发动强攻，以期逼迫白棋回来收气，但白棋自然不肯，接下来再次打吃，黑棋再尖，要求逃出这2颗子时，白棋下一手棋断在上方，也是好手。此手如果黑棋现在去吃，白棋可以从上方断打，这样白棋不仅破掉了黑棋上方的实地，还增加了眼位，黑棋不满，所以下一手棋黑棋单退必然，白棋再顶，这样一来白棋吃住了这颗子，二来也防住了黑棋逃出的手段，白棋的防御成功，黑棋再度得到先手，下一手棋在外围飞，封锁住白棋，白棋从下方压定型，黑棋扳，白棋扳住，此时形势黑棋盘面大概领先3到4目的样子，
白棋依旧是优势。黑棋单退，白棋接下来在上方点，破坏黑棋阵势。黑棋粘住，白棋顺势再飞，一来为自身的空，二来继续压制上方黑棋。李轩豪这一代的下法颇有阿尔法狗的风范，在占据优势之后，不惜损一些目数，简明定型，不断的缩小棋盘。朴廷桓此时当然也不肯坐以待毙，下一手棋黑棋夹在二路，这是局部最佳的下法。此时白棋如果虎，黑棋打完，由于这一代有虎出的手段，这个局部反而有一些混乱。但优势下的李轩豪下的依旧淡定，下一手虎在上方，黑棋打，白棋粘，黑棋粘住，黑棋在局部也收获了最大的目数，白棋得到先手，接下来从上方收气。此时黑棋如果简明的吃住2颗子，当然是本手，但黑棋判断这样继续收数依旧是白棋优势的局面，所以实战当中，朴廷桓将韩国棋手的顽强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下一手棋置上方与不顾，先在中央夹，骚扰白棋，试探应手。白棋后时顶住，李轩豪认为上方的吃有12目的价值，这一代黑棋总是欠着一手棋。下一手黑棋单退，继续瞄着白棋这一代断点的缺陷。接下来白棋在下方又厚实的补了一手，黑棋迂形在此顶，期待着白棋应，这样黑棋在这一带获得先手，继续在中央一带点过来骚扰白棋的2个断点。但是李轩豪此时再度下出了冷静判断的好手，面对黑棋这手顶，白棋在中央先补，黑棋在点的时候，白棋再靠继续补一手。而当黑棋继续扳在此处，想要再次寻求便宜时，李轩豪发怒了，下一手棋白棋直接在上方吃住了3颗子，这也是决议的一选。中央一带白棋只要不死棋，那么目数上看，这一带白棋还是有收获的。下一手棋黑棋打吃，白棋断，黑棋提，白棋粘住，然后黑棋顶一下先手，接下来在中央虎住，黑棋在中央一带也有收获，白棋接下来再回到右边挡住。此时黑棋胜率 3%， 盘面领先4目。下一手棋黑棋在上方收控，白棋在粘之前先在上方打一下，也是细腻的次序。这一带如果白棋不打，以后黑棋可以直接从一路搬过，那么有了这手打吃，即使黑棋挡住，白棋脱先也阻止了黑棋渡过的手段。下一手白棋再粘回，接下来黑棋双在此处，要求下一手双完之后在此挖断白棋，白棋自然再补。下一手黑棋提吃，白棋也厚实的提吃了这2颗子，这是胜利宣言。这2颗子提完之后，白棋彻底变厚，下方一带的种种先手借用也都全部消失了，这样白棋在左下一带也有了一些成目的空间。下一手黑棋在此破空，白棋一路搬粘把先手走掉，然后再回到中央继续围控。黑棋搬，白棋断也是强硬的反击，黑棋再打，白棋长出，黑棋粘，白棋提吃。这代由于争子，白棋有利，黑棋无法吃住2颗子。接下来黑棋打，白棋粘，黑棋再吃，白棋逃出，黑棋运用先手在此逃出，但白棋也简明定型，这样棋盘越来越小。白棋挤先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冲，黑棋由于气紧，这代打吃也接不归，只好再长，白棋再连回。虽然小尖看似有几段的风险，但由于黑棋气紧，这个几段打吃也同样是接不归，暂时没有问题。下一手黑棋在上方夹住，白棋挤，黑棋打，白棋粘住，然后黑棋补出断点，白棋再次获得先手。下一手在上方打吃定型，黑棋粘，白棋粘，这一带白棋将自己的先手都走掉，然后再抢到218手断，后手8目的大官子。而朴廷桓在这个地方继续开始挖坑，想要骗白棋。下一手棋黑棋先粘，威胁白棋眼位，白棋虎在此处，接下来黑棋收气先手，白棋粘，然后黑棋挖在这儿。此时
如果白棋不查，随手在此挡住，被黑棋一打就出大问题了。这一带有劫争，白棋一旦被黑棋提过来，那么整体的白棋还需要补棋，没有活境。现在虽然胜率上看白棋很高，但是目数的差别并不大，这样这个劫白棋没法打。同时上方一带黑棋还产生了挤的手段，尾巴被吃掉，黑棋也逆转。但是李轩豪异常的冷静，在黑棋挖的时候，白棋直接在上方补了一手，躲过了这个小的陷阱。下一手黑棋在脚步扑，白棋提吃，黑棋收气，白棋粘住，然后黑棋冲，白棋提。从种种招法看，朴廷桓已经在调整心情，准备认输了。下一手棋黑棋再扑，当白棋提掉的时候，朴廷桓没有再落子，这盘棋李轩豪中盘获胜。现在形势是白棋至少赢1目半，而且全盘的官子几乎已经收束完毕，黑棋很难再逆转。本局也是李轩豪的名局，在开局阶段，白棋利用这步尖冲打了黑棋一个措手不及。明显的可以看出，朴廷桓九段对于这个布局的研究并不深入。开局占优之后，李轩豪完美的掌控着形势，兵不血刃的赢下了本局。虽然后面白棋略有一些退让，但是不断的简化定型，黑棋始终找不到机会。期待春兰杯决赛当中，李轩豪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神勇的状态。这盘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